在2014年去 DC 看完樱花之后，来日本看樱花一直是我多年来的梦想。今年因为 sabbatical 的关系，终于可以实现了。这一次呢，安排了2个重点的城市，前面3天在东京，后面的5天呢，则是在京都。东京的第一个点，我们到了东京都北边南千住的细入公园。相对于其他比较热门的赏樱景点来说，这里呢人不算太多。细入公园的主要品种呢是2种比较早开的樱花，其中有比较靠近南边的阳光樱，还有比较靠近北边的大寒樱。当然呢，也是有一些染井吉野樱。从影片开始到这边呢，都是属于比较偏南边的阳光樱。如果角度选得好的话呢，可以拍到樱花在前景，晴空塔在背景的画面。录影的时间呢是当天早上8点多，不到9点，所以人潮呢真的是相当的稀少。既然有个某特地从美国背了野餐的地垫来，那么我们就来学日本人占地为王，把野餐垫铺上，坐在樱花树下赏樱花。这个角度呢，是我当天最喜欢的角度。后来回忆起来，其实呢，这也是这整趟的赏樱之旅里面，我觉得最漂亮的一个画面。我们从早上大概9点多，一路坐到了快11点。因为靠近吃饭的时间，然后又带着地垫，所以就决定去附近的超市买一些东西来野餐。买了一个便当、沙拉、炸猪排，还有1罐绿茶。在录这一段缩时的时候呢，其实旁边有很多观光客，所以是个训练齿力的好时机。细入公园旁边呢，就是宇治川。这个画面呢，则是往南端拍摄的阳光樱。然后这个画面呢，则是往北端拍摄的大寒樱。仔细看的话呢，其实它们的颜色稍有不同。大寒樱呢，比较粉白一点；阳光樱呢，则是比较强烈的粉红色。第2天呢，我们去了东京赏樱的圣地之一新宿御苑。严格来说呢，当天并不算是满开，但是因为公园里面有8到9种不同品种的樱花，所以还是可以分区的找到几株盛开的樱花。我们当天也是带着地垫，然后坐在一棵老的樱花树下。这个角度看过去呢，其实有一点类似在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的感觉。
东京的第3天呢，我们则是去了赏樱最热门的景点，在台东区的上野恩赐公园。一大早的时候天气不太好，然后其实这里的樱花还没有满开，所以画面拍起来不是这么的漂亮。但是公园里面呢，还是可以看到日本樱花季一个相当特殊的景象，就是所有的公司呢都会派1到2个年轻的职员，一大早的时候呢就来上野公园占位子。所以我们也赶快找了一个空地，把我们的野餐垫铺起来，一边等待天气放晴，一边观察日本人在占位置的时候的一些有趣的事情。我们当天其实11点就要从旅馆 check out 了，所以早上10点多就去旁边的便利超商买了一些东西来当早午餐。经过了前2天在戏入公园和新宿御苑的齿力训练，这一天的上野公园算是观光客最多的一次，但是我们还是相当自在的在樱花树下野餐。我们当天从早上的8点多坐到了10点多，才坐电车回旅馆 check out。这2个小时当中呢，观察到了日本公司不同的战地文化。有些公司呢会不停地驱赶外国的游客，有些公司呢则是因为自己的 party 还没开始，所以很大方的让外国人使用他们的地垫。然后也看到了，就算是日本人也会有碰触樱花的 NG 行为。外国的游客更是不用说了。最后呢，同场附上前一天晚上在旅馆顶楼拍到的晴空塔夜景。东京的赏樱之行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我们当天下午呢就坐新干线回去京都了。